扬言击败解放军，发海军参谋长别做梦了。美专家兵棋推演说明了一切。大家好，我是薛云华，欢迎收看云华观点。今天我们聊聊法国海军参谋长渲染威胁论，对抗中国海军，也不怕说大话闪了舌头。美国兵棋推演结果不尽人意，法国的结果只会很惨。在佩洛西竄台之后，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客更是借着这个机会哗众取宠。立陶宛派出访问团到访台岛，美国也有议员过来凑热闹，他们就是要挑衅中国，捞取政治利益。最近几天法国海军参谋长再一次拿中国说事，不仅渲染中国海军扩张的威胁，而且还要提出要对抗中国的海军，和盟友一起行动，夺取胜利。法国这位军方人员口出狂言，首先说明他是一名激进的反华分子，竟然用两个大国的战争说事。其次，他的发言也说到了重点，要求给海军增加军费，对抗中国。原因很明了，他就是把中国当借口，制造威胁论，要求政府投入更多的军费，想为法国海军争取更多的预算。不管是何居心，他的阴谋都不会得逞。中法两国都是世界大国，同为5常国家之一，又是拥核国家，一旦爆发战争，后果不堪设想，两国没有开战的必要。但是我们的宗旨是能战方能止战，就算他真的要动手，也未必能赢。美国专家的兵棋推演也说明了这一切。一些美国军事专家针对台海问题进行了兵棋推演，背景是如果解放军准备在2026年进行武通，而且美国大局介入局势并援助台岛，但是已经进行的22轮推演当中，有18次解放军都摧毁了绝大部分的水面监听，而且还让美国损失了数以百计的战机。在一次推演当中战争开始的4周之内，美国就损失了900多架战机和攻击机，这占到了该国海空军库存的1半。而且兵棋推演还没有计算两国爆发冲突的伤亡人数和带来的经济损失。台海问题至关重要，美国进行了兵棋推演，结果却是美国损失近1000架战机，就算是胜也是惨胜。这也从侧面说明美国对解放军的真实战力有一定的了解。如果真的到了不得不武统的地步，一旦美国介入，那么他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法国来了，等待他的恐怕只剩下全军覆没，大败而归。无论是法国还是美国，不要试图挑衅我们中国。第一个，中国一直是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不会轻言动武。第二个，台海问题是我们家里边的事，轮不得外人指手画脚。这次佩洛西竄台闹剧引发的教训足够深刻，希望西方国家慎重考虑刑事后果。要知道，解放军的拳头是够硬的，不要想着来冒险。第三个呢，法国海军参谋长要为自己的话负责。这到底是你个人的观点呢，还是代表了法国军方乃至政府的态度？不要老想着哗众取宠，挑衅中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这也足以看出现在国际局势并不稳定，我们还要加强备战练兵，只有自身的实力足够强大，才能阻止对方的狂妄之言。俄罗斯就是前车之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咄咄逼人，最后普京被迫出手，乌克兰陷入了一片战火之中。我们还需要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解放军在这次台海危机事件的处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经济腾飞，军队的建设也要稳步推进，我们还需要更强大，这样站在身边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多。再过10年，美国的兵棋推演胜利的天平就会向我们倾斜更多。法国海军参谋长的言论只能被当作一句笑话。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下次见。